大家好，这里是钱眼看历史频道，我是钱眼，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个视频的结尾，我们说到美第奇家族，但大多数人听到美第奇家族，第一反应可能是文艺复兴的赞助者，有钱人搞艺术。但也许有的朋友并未深究，这个家族最核心的资产，不是佛罗伦萨的宫殿，不是波提切利的画，甚至不是那个享誉欧洲的家族银行。那到底是什么？是一种叫做信任的看不见的资产。1397年，乔瓦尼·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开了一间只有17个人的银行。50年后，他成为整个欧洲最大的金融机构，替教廷管钱，给国王放贷，分行开到伦敦、布鲁日、里昂等大城市。他靠的不只是资本，因为开业时的启动资金只有1万弗洛林。那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一套把信任变成制度的系统。所以我们今天讲美第奇家族，不是讲他们多有钱，有多会赚钱，而是讲他们如何把信任这种人类最神圣的契约方式变成一套对自己有利的系统。对于屏幕前的你来说，这个故事真正值得借鉴的是，大多数人也可以从一件一件守约的小事做起，让自己的信用在关键时刻更有价值。文末我会用信任3笔账把它说得更清楚。凡事都有代价，这套系统也并不例外。美第奇家族最终因为信任的反噬，从巅峰走向了衰落。这个教训可能比他们的成功更值得我们思考。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禁止收取利息，按当时教会的规定，公开放贷收息是要下地狱的。然而美第奇家族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绕行方式，汇票。那么该如何运转？例如某人在佛罗伦萨用佛罗林买了一张汇票，约定3个月后在伦敦用英镑兑付。这看起来是货币兑换，实际上利息藏在汇率差里。比利时政治家德鲁佛的研究显示，美第奇银行留存的67张汇票记录中，没有一笔是亏损的。神学家们不认为这是放贷，他们认为这是货币交易，教会对此没有异议。如果以第一性原理来解释的话，就是不去挑战规则本身，而是回到规则的底层逻辑，找到不违反本质的解决方案。美第奇家族的第2个制度创新是它的组织架构。每一间分行都是独立的合伙企业，美第奇家族是最大的出资人，但每间分行有自己的账本，自己的经理，盈亏自担。如果布鲁日分行因为当地的经济困难破产，佛罗伦萨总部不会被拖垮。这个结构本质上就是现代控股公司的雏形。第3，他们还推广了复式记账法，每一笔交易至少记2笔账，借方和贷方同时记录。这不只是会计技术的单纯出纳，而是一种可验证的信任。任何一笔钱的流向都有对应的记录可以核查。当你的合作伙伴、你的客户、你的存款人都知道你的账本是透明的，可被追溯的，他们才愿意把更多的信任和钱托付给你。说到这里，想必这不难理解，各种情节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但我们不妨这样想，你的履历就是你的汇票，它承诺你能在未来兑付某种价值。你的推荐信就是你的复式记账，它能让别人可以验证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的信用评分就是你的分行网络，它决定了别人愿不愿意在你身上开户。美第奇家族600年前做的事，我们每个人今天还在做，差别只在于有的人意识到了，而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营一套由信任打造的人生系统。1412年，教皇若望23世正式任命美第奇银行为教廷的官方银行。为什么？
教皇直接任命。这不是因为美第奇资本最多，当时佛罗伦萨有超过70家银行，这是因为乔瓦尼·美第奇花了10几年的时间，从教廷司库科萨还只是一个财务官的时候，就开始与他建立联系，提供贷款，证明自己的可靠与忠诚。当科萨成为教皇，他需要一个他信得过的银行，美第奇自然是当之无愧的首选。这笔信任投资的回报是，美第奇银行从此掌握了欧洲最大的资金池，教廷的11税、赎罪券收入、各地教区的汇款。科西莫·美第奇接手后，把这个信任的杠杆推向了极致。帕吉特和安塞尔在1993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期刊的论文当中指出，科西莫·美第奇之所以能够控制佛罗伦萨的政治，不是因为他最有钱，而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填补跨越不同派系结构空隙的人。他几乎从不公开表态，从不承诺任何具体立场，这让他成为所有人都能信任的中间人，而所有人都需要通过他来链接彼此。用今天的话说，他不是最大的节点，他是链接上下游唯一的桥梁。时光流转，当1823年的某天的阳光照到中国山西平遥一间由燃料坊转型而来的票号日盛昌的时候，此时距离美第奇银行倒闭已经过去了300多年。创办人雷吕泰面对的问题和乔瓦尼·美第奇惊人的相似，在一个没有法律保障汇票信用的环境里，如何让陌生人相信这张纸所承载的价值？他的解决方案也是信任的制度化。第一，密押防伪系统，每一张汇票至少5重防伪标记，包括印章、笔记、水印、密码字符，定期更换。日盛昌在其100余年的历史中没有发生过一起误领或冒领的事件。第二，身股制，掌柜，后世称之为职业经理人，不只拿薪水，还持有身股，用业绩换取分红，这让掌柜本人的利益和票号的利益牢牢地绑定在一起。第三，跨地分行网络，巅峰时期，日盛昌在全国超过30个城市设有分号，业务延伸至俄罗斯、日本、新加坡。这并不是巧合，东西方在不同的世纪、不同的文化里得出同一个结论：信任要值钱，就必须从口头承诺变成可验证、可追溯、有代价的制度。当太阳走过一天的最高点时，往往也是下坡路的开始。1464年，在科西莫·美第奇去世后，银行的管理开始出现松动。他的儿子皮耶罗体弱多病，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大规模催收贷款，这导致了佛罗伦萨信贷收紧，大量企业因此破产。皮耶罗的儿子罗伦佐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艺术赞助人，他曾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在佛罗伦萨，没有国家的力量就无法守住财富。显然，在当时，这句话暴露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信任不再是系统的根基，而是变成了权力的附属品。罗伦佐把银行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打理，然而在识人之明这方面，他也只能打折。他所挑选的经理人既缺乏能力，也缺乏诚信。德鲁佛的研究还显示，美第奇银行的现金储备率长期低于总资产的 10%， 这就意味着一旦出现挤兑或者大额坏账，整个系统就会面临严重风险甚至崩溃。当坏账纷至沓来，大量贷款流向了欧洲王室和雇佣军手里，不少人借钱不还，而美第奇银行却无力追讨。1478年，在一场政变中差点被杀死的罗伦佐为了自救，开始挪用公用资金，提高税收，透支佛罗伦萨市民对他的信任。福布斯的分析指出，他本质上是用公用资金来救赎自己和自己的家族。
1494年，当罗伦佐去世2年后，他的儿子被逐出佛罗伦萨，美第奇银行被没收，一个家族的时代宣告终结。反观遥远的东方，日盛昌的衰落同样不是外力摧毁，而是信任系统的内部失灵与时代的选择。1910年代，现代银行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他们有外资支持，有更先进的运营模式。日盛昌拒绝了转型为现代银行的邀请。更致命的是，票号深度依赖清政府。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盛昌失去了最大的信任锚点。南方分号在战火中损失惨重，巨额贷款收不回来，最终不得不在1932年停业。综上，如果我们用第一性原理去解释，美第奇和日盛昌两个家族的崩溃本质上是同一个错误下的不同版本。信任系统的3个致命漏洞：第一，把信任压注在不可控的对象上，王室、雇佣军等等；第二，用人失察，让系统的执行层丧失了纪律；第三，当系统开始获利，逐渐的把维护信任的成本视为可省略的开支，逐步将信任这个本该继续维护的根基推向了事情的反面。这3个漏洞，荧幕前的我们同样也会遇到。比如，你有没有因为不好意思拒绝，替一个你不完全信任的人担保？你有没有因为关系不错，省略了书面约定，后来连口头追讨的机会都没有，最后只能自认倒霉，哑巴吃黄连？你有没有在某段合作里，因为前期的顺利就放松了对细节的确认，以至于后期严重脱离了自己的掌控？美第奇家族花了将近100年通过信任建立起来的制度系统，只用了30年就消耗殆尽，速度远比想象中快得多。所以，如果信任是人生算法系统的一部分，它就需要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的逻辑很清晰，不是教你不信任别人，而是让你不至于因为一次错信导致对人生产生怀疑，进而影响到整个人生算法系统崩盘。我们在建立防线时，不妨分成3步逐层渗透。第一层，小事验证，在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人之前，先用一件小事测试，能准时交付，能如实回报，再进入下一步。第二层，大事留痕，凡是涉及钱、时间、承诺的合作，把条件和退出的方式写清楚，不是因为不信任，而是让双方都有一个可追溯的依据。第三，永远保留边界，答应前先问一句，这个事出问题，我承担得起吗？如果承担不起，就不要用自己的信用去兜底，永远给自己留足冗余，以防自己的心态失衡。最后，回到本期视频的落脚点，普通人的信任3笔账，它不只教你攒信任，也教你如何保护好你的信誉。第一笔，准时账，按时交付，做不到提前说明，不要为了讨好谁而承诺你做不到的时间与结果。第二笔，复购账，对方愿不愿意再找你？不是所有的复购都值得需要，那些持续消耗你、逼你越界、逼你踩红线的关系，要考虑是否还要继续下去。第三笔，边界账，不该答应的绝不答应，不该背书的绝不背书。真正长久的信任往往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其中不是靠你答应了多少，而是靠你在拒绝了多少事之后又做到了哪些。攒钱很慢，攒信任更慢，可一旦攒住了，它会成为你人生算法系统里最贵的那一行代码，在关键时刻替你背书，把机会带到你的面前，证明你的这套信任算法是值得的。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观看。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请点赞订阅。这里是前眼看历史，我是前眼，我们相约下个视频，不见不散。